嗨，大家好，我是体育国际的阿贤啊。这一次呢，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哈。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模型界职人中的职人，魔人中的魔人，David 周来到我们现场，魔智秀的现场哈。那来。David 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 David。David， 我想哈，这个如果你玩过模型哈，你就非要知道 David 前辈就这一号人物哈。那只要呢，您在网络上随便问一个人，他都会知道 David 啊。那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啊，能够邀请到 David 来我们的体育国家，让我们这里非常非常。一阵欢喜啊，非常喜欢。好 ，David， 那我想您做这个模型哈，这么长久一段的时间哈，您对于模型这一块，你怎么定义它？其实模型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说，把一件真实的东西，把它模拟。微缩、缩小化，然后把自己所有的心念放在上面，把自己的热情放在上面，然后获得一个成就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制作模型这个东西，然后能够随时做好以后，随时随地拿出来看，就看到这一件东西有它的历史，还有它的代表的意义，然后能够具体而为的呈现。这个大概就是我心目中的模型。哇，这非常非常正解哈，因为对我本身我也喜欢玩模型，看到那种可能过去的历史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场景或者是物件，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借由模型，我可以让我的等于说灵魂出窍，我可以看到它，可以看到过去的视角，模型实在是非常非常吸引人。那请问 David 啊，您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第一次是什么样的经验，你会碰到这样的模型呢？我第一次大概应该已经50年前了吧。那个时候小时候差不多就是因为可能生活环境的关系，然后我们常常电视上看到都是听到爱国歌曲，爱国歌曲背景都是有战车、有坦克、有大炮、有飞机，所以其实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男生啊，大部分对于这些飞机、坦克、大炮都有特别的感情。然后呢，再加上可能当时父亲的一些日本朋友，有时候我记得，到台湾来的时候，有曾经送给他礼物，他礼物可能就是一盒小模型。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手的模型是零式战斗机，大概是有这么大零式战斗机的模型，螺旋桨还会转。从此我就对这个军事模型特别感兴趣。是，其实在这个模型的世界里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有一个模型，但它模型是铜做的，纯铜的，也是零式战斗机哈。那个很妙的一点，那个好久以前哦，我父亲在小时候大概2-3岁的时候，他在手上玩那个零式战斗机。玩着空袭来了，因为美军要炸台湾嘛。我这个结果呢，他这个小模型就不见了。多年以后呢，我的阿公，他在土里面挖到了。哇，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很老，我阿公已经80几岁了哈。他就说：“哎呀，那时候你掉的那个模型在这边。”所以真的是模型这一块啊，大家有各种不同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哈。是吧？那当然对于这个模型啊，其实模型这个世界是很多元的。您这边怎么会专注于这个军事模型呢？我就像刚刚讲，其实这个就是从小时候对这种，因为那时候接触的东西也不多了，不像现在多彩多姿、各式各样的那个休闲玩具都有。我们那时候其实基本上。能够玩到模型，已经玩到玩具或模型，已经很幸福的。那时候当然是偶尔就是记得，就是刚刚讲的，也是我阿公。他那时候几十年前，他那时候就常常去日本，有时候回来就会带塔米亚的模型，我还记得那时候塔米亚公司才刚创立没几年，带回来给我小叔叔。
我小叔叔在煮，站在旁边看，所以那个时候就心里面就是潜意识里面就对于这种东西就非常的向往，非常的向往。然后我从此以后几乎每年过年就会买一次模型。哇，台湾经济就是要靠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当我们促进哈。那当然，这个军事模型呢有很多种，海陆空这3种啊，你特别独爱哪一种？我比较喜欢陆上装备，陆上装备就是车子啦。我们在那个军模界，我们称之为爬虫类，就在地上爬的，就在地上爬的。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个人感觉给我发挥的机会、发挥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以什么样的种类的车子会比较多呢？比如说坦克车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车，你觉得你最喜欢？其实对我来讲，我通通都喜欢。不过呢，最近几年我比较喜欢轮型车辆，像比如说这辆史崔克啦，的车子。为什么呢？因为轮型车辆，老实说了，我有点偷懒。因为现在的那个战坦克车的那个履带啊，都是一节一节，对，每一边要100多节。2边要200多节，每一节要5、6个零件，光做这些东西，我做起来就人都已经快昏掉了。那做轮型车辆呢？老实说，你看这样史崔克才8个轮子，对，每个轮子也是同样5、6个零件。我的做起来我比较方便，哇！可是其实事实上我都喜欢，您可以介绍一下这轮型车辆它是怎么样？它是什么牌子吗？像这辆史崔克呢，这辆是台湾战鹰公司的AV Club 的那个史崔克 M1132的工兵车，是。然后像这边的这辆就是布莱德雷 M3A3 的，就是一些中国的公司叫蒙 MENG 的，那这辆就是很有名的英国传统的那个 FV432装甲运兵车，跟 M123 很像。它是这是 Tacom 的，然后那支就是二战很有名的萤火虫，萤火虫战车，这个不同牌子，我跟我讲出来，大家应该都知道，像比如说就 Dragon 的 Dragon， 对，那这辆是我最喜欢、比较得意的，肖特卡尔，以色列国防军的那个战车，这辆也是那个 LV Club 的。所以这几辆都是我在过去大概几年里面部分的作品。那我们给这个8轮这个叫运兵车吗？还是它是装甲车？那个工兵车来，我们做个特写。扫一车，我们看得到，它是我们这个国内战鹰所生产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做这些模型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前置作业要准备？那我们做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地方必须要注意？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我可能再多花一点点时间讲前置作业呢，比如说我今天喜欢比如说我现在喜欢这辆要做这辆布莱德雷战车，前置作业第一点，我打算要做，我就要去收集它的资料。这个就是军模的那个基本功之一，你就要去收集它的资料。现在因为网络方便，不像我们古时候，要收集军事资料是非常困难的，要买书啦。现在不用，现在你上网 Google 一下，把它这辆车子的所有的照片通通拿过来，我都会把所有的照片通通收集起来，然后在 iPad 啦，或者 iPhone 啦，或者那个手机上面，或者电脑上面，把所有的细节全部看过一次。然后接下来就是请5个小朋友出来帮忙，买一盒模型回家。这个很重要。开始动工，然后在这动工的中间呢，其实基本上在那个制作过程里面，就是边做边参考实际的相片。然后在做工方面，在过程中呢，我个人呢，今天我要是当裁判，去一个模型比赛的话，我个人是会要求第一点，一些很基本的基本功，就是你在联合的时候，模型既然是塑胶模型，它一定射出一定会有所谓的我们称之为body啊，就是那个塑胶射出会有那个边边。我觉得这一点，其他的也许我们可以稍微
必那么吹毛求疵。但是这一点有关于它那个塑胶射出的那些毛边啊，在制作过程中我是一定都会想办法把它刮掉，把它磨掉。不然的话，等你其他的瑕疵做好以后，也许还有的补救。但是如果你那些毛边没有修好，你一旦上完漆做好以后，你才发现还有毛边，你就很难处理了，而且很难自圆其说。所以这是一些小地方要注意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听到？当你看到 David 是评审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要注意的地方了吧？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麻烦倒带。好，倒带你听就听到，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所谓的这个毛边前置作业都要做得非常非常仔细，因为毕竟我们的模型也是塑胶做的嘛。如果你做的不是非常非常的细节讲究的话呢，其实会看起来像玩具。但是我们在做这模型，就是要把真实的这种物件能够表现出来。好，各位，记得了哈。好，那再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那么多这个，你觉得这个模型，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在做这些，不管是坦克啦，或者是船舰啊，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你现在指的是最深刻的作品，还是最深刻的那个过程？其实最深刻的过程也是最好玩的过程，就是你都组装好了，上完颜色了，接下来就是旧化或细部上色。像比如说以这样那个工兵扫雷车来讲，这个我们给一下特写工兵扫雷车来讲，其实真正让我印象最深刻、最好玩的就是我通通组好，基本颜色比如说绿色，基本都上好了。现在我怎么样利用自己的想法跟一些我所学到的一些技巧，把它上颜色、上灰尘，或者是根据一些照片，我们来把这些小小的这些配件，很凌乱，但是其实要考虑到它的合理性，把它配置上去。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在收工前的这一段，而且这一段往往是我整个模型的作业里面占了2/3以上的时间跟精力。所以上面的一些配件的配置啊，相对位置、颜色，还有旧化、上颜色怎么样去阴影表现，怎么样去把它的那个泥巴、灰尘，然后怎么样把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让这样模型本来是塑胶，现在就是赋予它生命，就是最后面这一段赋予它生命，就好像我们怀胎9月其实很重要的可能就是后面怀胎第5个月、第4个月以后，就是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最漂亮，赋予它一个生命。其实最重要是就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对，非常非常棒这个经验分享非常的感谢那您在这个，我想应该是全球吧，全球的军事模型迷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举足轻重、极大分量的一位职人你有什么话想要给我们这些不管是刚想要做模型的朋友，还是已经做了一段时间苦无这个突破的这些朋友，你有没有什么给他们一个建议？其实建议呢，其实就是要下去做，其实就是先下去做，然后呢，我们利用现在很充沛的网络资源，上面其实很多技巧，通通可以在网络 YouTube 或者各式各样，比如说以后你们将要录制的影片或什么东西，通通都可以学到这些小技巧，就是下去做，做到最后呢，可能你会碰到一个瓶颈，可能就是我刚刚跟你讲，这个模型你都做好了，你的过程你都做得很棒了，但是现在就是要给它生命，就是要给它生命，给它生命的时候，你就是要多看2种东西，一个就是实际的照片，第二个就是别人的作品。你多看以后，你就会有体会，你慢慢就会摸索出自己的一个方向跟那个手法出来。不要怕，其实很多做模型的一些达人们，其实就我所知，
其实大家不太会讲话，但是其实大家只要说很乐意分享他的经验跟他的一些技巧传承啊，你可以很客气的去看我。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乐意教你，但是重点还是要自己下去做。对，自己下去亲手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才会发现说在做的过程中呢，哪些地方细节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经由职人的提点之后呢，有时候可以让你的作品有100倍、有1000倍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一般我们在玩这个模型啊，这个可能是圈外人啊，我指的是圈外人，他们对于这样的模型，他们其实也是不是很这个重视哈，或者是他其实有时候想法会比较不一样一点。那对于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那种学生，他真的是很着迷，或者是很喜欢这样制作，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模型。那我想请教 David， 就是说，您对于这样的小孩，对于这样的学生，你建议家长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家长如果对家长本身对这个有兴趣，那当然最好了。对，但是我觉得小孩子玩模型实在是非常好的嗜好。家长我觉得可以抱着一种乐观其成，因为呢，他做模型他就不会趴走，而且一个模型，老实说，你一盒模型现在模型当然比以前贵啦，一盒模型你比如说简单的700-800块钱，它的零件也花不了多少钱，他就可以玩几个月，而且玩出来他会有他的成就感，而且这小孩子会从这件模型里面，他就去发掘这模型里面有背后的故事，他知道的不是单纯的模型，所以说他知道的是一个跟这个东西它的工艺这个历史演变，甚至历史通通会去涉猎到。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站在我是一个家长的那个立场来看，我至少要抱着乐观其成，不用去特别打压。其实老实说，这个对功课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啊。对，我真的我自己是觉得，我以前也是这样从考试这样一路考试过来。其实我觉得不用去太紧张，我们抱着乐观其成，至少他不会晚上跑出去飙车，跑出去让他不见蛋，你都看得到。对哇，乐观其成这4个字非常非常精辟的分解。那今天呢我们的访问呢即将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为了答谢这个 David 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体业国际的这个现场呢，那我们特别赠送了一个小礼物，就是我们的 TB 水漆给David 能够试试看。那我们就直接先拿一瓶来去做代表因为实在太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拿。那这一款呢，就是专门我们挑几个颜色，就是专门是给这种装甲车辆去使用的。那这给您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试用看看。谢谢。那好好的用。谢谢。那今天呢，我们访问那就到这边咯。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如源系统呢支持了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转直播的这个职人数位电视台直播，非常感谢。那么非常感谢这个 David 在我们来到我们这边现场，谢谢你，谢谢。好，那就下一次再见咯，拜拜，拜拜。